粉成雪，照亮明月，繁花谢，才叫做深夜。伴着三生草，白露是荒野。青丝一杯尘肃然，唯白发不解。往事似浮云长过眼，那一朵香当时笑颜，映在我梦里的世界。酒一杯，江河流日夜，人自寂寞，只剩了一片。歌无限，寂寞却不绝，一生不觉，问三生是否才能。我一个人，我真的撑不住了。真的撑不住了。烟云啊，我已经找人为你父亲安排了水陆道场，初期出殡。范先生是我的兄长，是江左一家的恩人，必须要风光大葬。你想如何办这丧事，尽管跟我说。我爹，他不喜欢封建乡土那套。既然他已经安详地闭了眼，就让他安详地走吧。大千里朋办丧宴，人来人往，寒暄送礼的还是免了，还请父亲为我爹请一对乐手演奏哀乐。我爹是进士，按俗例，还请父亲为他请一个贵人，为我爹点主。爹，你就安心的走吧。女儿和范家的子弟不是无能之辈，一定会让凶手血债血偿。范先生当年已然是进士，能够为他点主的，至少是探花以上的身份。可是咱们福远城上上下下找来找去，也就只有4位进士，都在范先生之下。除此之外，就剩下一些举人和秀才，分量更是远远不够。既然燕云提出了这样的要求，那么我们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给他找出来。
大哥，既然咱们抚远城没有，那去其他地方找找看，不行吗？二弟莫急，有倒是有，只是能赶在出殡之前赶过来的，如范先生同科状元李长风，如今是慕容辰手下的一名谋士，还有就是元初3年癸丑科榜眼许素。啊，此人出卖国家，早已遭万人唾骂。剩下的就是光禄10年庚申科榜眼。哎呀，大哥，你这说来说去，绕来绕去，不还是没有人选了吗？二哥，你先别急。我曾经听范先生说过，他与雍南的程老先生有过一面之缘，有朝闻道，夕可死之感。程老先生是隆庆25年的状元。爹，不知道此人能否给范先生点主？爹，可以。这位程老先生身份自是不必说，还与范先生有这样一段缘分，做点主之人是再合适不过了。老大，你马上着人发函，请老状元出山，为范先生点主。好。老三，我实在是没想到，燕云能想出这么一个难题来。今天，多亏了你。嗨，哎，对了，大哥，我看就不用找人发函了。为了表示咱们的诚意呢，我直接去雍南，把程老状元给请回来。我加快点步伐，然后2天就到了啊！走了。哎，二弟，大哥，二哥为了二嫂真是煞费苦心啊。二哥性格冲动，二嫂却沉着冷静，他们2人还真是互补。言之尚早啊。二妹虽然沉静多谋，但是想法总有些怪癖偏激，行事作风让人猜不透摸不着。是范先生教得好。二弟虽然把人娶到家了，但是以燕云的性子，今后与二弟是彼此恩爱，还是彼此折磨，谁也说不好。能不能关小一点？啊，你写你的，我听我的。你这样会影响我写报告的。影响你了？你可以出去写啊！啊？哎，你算老几啊？看着我！你知不知道老子跟少帅多久了？你才来几天，就在这儿立规矩是吧？说你呢！哎，找死是吧？反了你了！你是2公子的人，我是3公子的副官，你是在给我脸色看，还是在警告3公子？够了！少帅，少帅，别说了，去帮我准备一些像样的礼物，通知卫队明天一早备车，去趟雍南。是。你是？我是3公子的副官潘建池。潘建池。舅舅，你找我？少帅是要去雍南请程老状元来为范先生点主，对吗？二少爷，你可真糊涂啊！你走了，那老三就有在大帅面前露脸的机会了。舅舅，老三都这么大的人了，
在大帅面前露露脸又怎么了？再说就2天的时间，您还怕出什么乱子呀？那我问你，去请程老先生，到底是谁拿的主意？兰坡喽？是啊，他要是没有想把你支走的意思，为什么近的不选，偏偏选一个远在雍南的老头子？舅舅，去雍南是我提出来的，跟老三没关系。二少爷，这行了，你们不知道具体的情况。本来那天父亲想让大哥发封电报，让我给拦下了，我就心想用不着那么麻烦，我直接去请就好了，还能显得咱有诚意，不是？我的二公子，你怎么如此孟浪？大帅要发个电报，你竟然给拦住了，你这样让大帅心里怎么想？我希望二公子你以大局为重，取消去雍南的计划，先给程家发个电报，如果那边同意了，立刻动身也不迟，咱们也不差那1天半天的了。好，那云溪就听舅舅的。老爷昨天为范先生守了一晚，今儿早点休息吧。谁不知道老爷这半辈子和范先生铁打的交情，别人不懂，我还能不知道啊？所以老爷你也别太伤感，注意身体。不提也罢。今天谁去过灵堂？一大早烟云去跪着了，也不肯吃东西，这老大跑去劝了一下，好了点。后来老三夫妻俩也去了，老三现在还在那跪着呢。老三是个纯孝的孩子，范先生把他留在身边教育10余年，亦师亦父，老三脸上不显，心里却是伤心的。让他跪去吧。哎，时候不早了，回去休息吧。我一个人守在这儿就好。如果当初不是我执意要跟范先生一辆车，他就不会分心顾我，也就不会让人钻了空子。让我再跪一会儿吧，心里会好受一点。也不怪你，在那样守备森严的火车上刺杀范先生，开枪的时候悄无声息，这说明他们布置了周全的计划，连开枪的时间都计算好了。所以，就算没有你的话，我想师傅他也会死的。如果二嫂的想法跟你一样就好了。这些天，我总觉得她好像在针对着我发脾气。我跟她现在有一个横结，横在心中，真是如鲠在喉。燕云他是个聪明人，他会想通的。好了，你回屋去吧。我再跪一会儿，没关系。回去吧。怎么了？也许跪的姿势不对，有些酸麻。那我抱你回去。不用了，这是范先生的灵堂，别抱了。
二嫂，我曾经不止一次的幻想过，我们两个就这样跪在我爹的面前。只不过那个时候，这堂里张灯结彩的，到处都挂着大红绸布，你着新郎服，我穿红嫁衣，周围人们的脸上都挂着笑意和祝福。没想到，现在我的梦虽然是实现了，但竟是这样的南辕北辙。你是我二嫂，不应该对我说这些的。该不该吸毒死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我爹这一生为了一家筹谋，把女儿的婚姻和爱情都已经算计进去了。他明明知道我喜欢的二哥已经为了师傅的事情，去雍南请老状元店主了。光有这份心就够了。既然二嫂来了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别喝酒了，我让朱妈给你炖点吃的吧。不要麻烦朱妈了，太晚了。我以为你睡了。看书入了迷，也忘了你竟然跪了这么久。如果我要跪到明早的话，你会一直等我吗？人死如灯灭，灵堂、水陆道场，不过是为了慰藉活着的人罢了。我跪范先生，是为了愧疚；公公跪他，是为了想念。可你又是为什么？范先生是我的师傅，对我有教导之恩，我不该跪吗？哼，原来是为了报恩呢。范先生是你的师傅，弟子如知恩，侍奉也是应当的。不过，你平日声色犬马，范先生对你也是失望透了，就连在我面前也骂你不成器。人活着的时候不亲近，死了却如此。不知道是真的为了感恩，还是做给别人看呢？所以你认为我是装的是吧？范先生是我的师傅，不仅对我有教导之恩，还有救命之恩。父亲一向对子女要求严格，
二哥在12岁那年和人去了一趟烟馆，父亲知道之后，叫人把他打得皮开肉绽，半个月下不了床。可他却任我胡作非为，百般宠着我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一桩丑事，关于我娘的丑事。我原以为你请表哥过府，不过是为了见见家乡人叙叙旧。我派人好生接待，吃穿用度都由义府出资。没想到你竟然趁着老爷去军中，干出如此苟且之事。你说你如何对得起一直疼你爱你的老爷呀？大太太，捉奸要讲证据，你凭一纸断指篇章和一个抽大烟语焉不详的证词，就要说我通奸吗？那好，那我立刻派人给军中发电文，请老爷回府，让他亲自审你。这孩子越看越不像大帅，还透着那么一股子不安分。这么小的孩子能看出不安分来？你看三姨太不就知道了？娘，为什么我们周围多了那么多士兵？他们是来抓我们的吗？士兵是抓犯人的。我们行得正，坐得直，他是不会抓走我们的。连凯，不要露出害怕的表情。一旦你害怕了，那些牛鬼蛇神就会认为自己得逞了。当你怕的时候，闻一闻他，你就不怕了。背着我和别人通奸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三姨太，你还不跪下认错？我为什么要跪？老爷，你要真是听信大太太所言，你就一枪打死我吧！我宁愿死，也不要受这种侮辱。不许打娘亲！连凯，大帅，使不得呀！老爷，你宁愿开枪也不肯相信我，那不如就让我这么死了吧！我娘死后，头七都没过，她就回到了军中。从我记事开始，我认为我爹的背影是那么的伟岸，那么的高大。他的背脊永远都是挺得直直的，好像无论有任何的阻碍，都不会摧折他半分。可是那天却狼狈得像个逃兵。你说灵堂、水陆道场，不过是喂给活人而已。可是他连我娘的灵堂都没有跪，却对我如此之好。他分明是把我当成了我娘的灵堂。他现在对我这么好，是因为他欠我一条命，我娘的命。竹妈，竹妈，快叫大夫过来！你这是干什么？二傻奶奶，你别进去，让开！
二少奶奶，二嫂。我听说兰坡从灵堂回来之后就发烧了。既然是因为桂林堂着了凉，我理应过来探望一下。二嫂今天不是还要为范先生守夜吗？兰坡已经睡着了，二嫂还是继续为范先生尽孝吧。至于兰坡身边有我这个做妻子的陪着，就不劳烦二嫂操心了。哦，二嫂，我给你拿样东西。听说二嫂今天还要在灵堂跪一夜，那里面冷，小心着凉。朱妈，给二嫂熬一碗姜汤，送到灵堂去。我还要照顾兰坡，就先不送二嫂了。请吧，请吧。还好二弟考虑的周全些。今天早晨我接到雍南的回电，说程老先生得了重病，已经卧床1个星期了，所以这次确实无法过来为范先生点烛。大哥，那怎么行啊？坐下来，一件小事，慌里慌张的。眼看七夕就要到了，我爹连个点烛的人都没有。难道真的要做没名没分的孤魂野鬼吗？仙桥，你去把前清进士名录全都找出来，一个一个的查。我就不相信，连找一个为范先生点烛的人都找不到。父亲，我爹是光绪3年丁丑科的进士，第1甲探花，也算是个探花呢。虽然不及范先生年长，也不及程老爷子地位尊贵，不过应该也够了。当然了，这件事还是由父亲和二嫂说了算。这一急，差点把咱们亲戚的关系都给忘了。燕云啊，不如就让老三媳妇的父亲给你爹点烛吧。秦后生如今是文化部长，为政府供职，也有点名望。他也是前清的探花，找他来做点烛的贵人，也是合适。不过，你要是不愿意的话，还是找程老先生吧。不是听说他卧病在床吗？我就把他的床抬到府院来。父亲，千万别为了我爹点烛的事情冒犯了程老先生。这真要传了出去，难免让人诟病。三妹妹的父亲来做点烛，这人离得近，还是正经亲人，我再乐意不过了。老三，听说昨天跪完范先生之后就发高烧了，现在如何呀？不舒服就跟三媳妇回去吧。知道你心里面挂念范先生，但身体要紧。谢谢爹的关心，不碍事的。我知道爹您近日操劳，但是还是请您先把手头的事情放一放，还请您速速先来抚远一趟，此事更为重要。啊，兰坡很好，我也很好。我知道了。岳父啊，
怎么了？说了些你不愿意听的？这倒没有。又让我跟你夫妻相处和睦，相夫教子，举案齐眉，说这才是我应该要走的路。你不愿意吗？我父亲能这么说，也是让我母亲给逼怕了。他一直觉得我可以事事都听他的，一辈子就这么平平安安的过去。可是呢，这只是他的愿望。我倒觉得，我越来越像我的母亲了。可笑吧？我变成了一个我一辈子都想逃离的人。哼，你笑什么？我以为你想要逃离的那个人是我呢。秦桑，谢谢你今天在饭桌上解围，不然的话，不知道燕云要闹到什么时候。我这病也算是白装了。你也倒真是费了一番苦心，把自己都折进去了，害得我一晚上都没睡好。装病是不得已而为之。从芝山之围开始，我锋芒太露，父亲和二哥他们有所怀疑。儿子成才应该是好事啊。父亲宝刀未老，儿子一个个却成龙成凤。你说父亲这把刀是该砍还是不该砍？天下人都说天家无真情，我们易家呢，虽然不算是天家，在江左也算是土皇帝了。这家大业大的，父亲自然要多想。总之，还是要谢谢你。你用不着谢我。我要是没有自己的目的，也不会让我爹白跑这一套。看着二哥暴躁，你被嫌弃，公公生气，二嫂又急得直掉眼泪，这是多好的一场戏啊！我们一家上下一团乱，夫人倒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局外人，把热闹看了个够。有人闹场，就要有人收场。我爹就是那个收场的人，也算他能进一回公公的眼。夫人算计的还挺好。你不也是一样吗？你说你为范先生的死而难过，可转过头来又利用他，那你到底对他是感情多一些，还是利用多一些？这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真情里多了几分算计，这难道就不是真情吗？说的也是。倒是你啊，除了利我之外，对我就没有半分真情吗？大家都明白的事，何必要再说一遍呢？三妹，今日兰婆的身子好些了吗？兰婆已经大好了，多谢二嫂记挂。等等，
前几日是我不好。我知道我爹为义帅做事，打从第一天起就已将生死置之度外。可是我这个做女儿的，总是希望我爹有朝一日能够早日退出这个乱局，颐养天年，享含饴弄孙之乐，过几天太平日子。最不济，也盼着能寿终正寝。可是，就连这样一个小小的愿望都无法达成。我爹死得不明不白，我心中难免不平。而且，我听说，我爹把护卫都派给了你，这件事情都怪我，二嫂怨我也是应该的。可是你我同为妯娌，以后还要在同一个屋檐下，这关系怎么处下去？弟妹心里实在忐忑。大嫂也跟我说，要对你多加照拂，委屈谁也不能委屈了你。秦嫂，我都已经想通了。既然那个刺客敢进到我爹的车厢行刺，想必他也是做好了逃脱不成、同归于尽的准备。我爹把护卫派给你，让我们漏掉了凶手，这也怪不得你。这个凶手，我迟早要亲自把他找出来。还有，要是没有你，我爹出殡时无人点烛，那才真是坏了大事。这份情，我将来一定会还的。既然二嫂已经看开了，我这块心里的石头也就落地了。范先生是兰坡的师傅，恩重如山。我与他虽无师生的情谊，但是我与兰坡心意相通。看着他焦急，我才想到了我的父亲。为范先生做点事，是我分内的事，二嫂不用挂在心上。兰坡是个重情重义的人，只不过因为小时候的变故，后来变得脾气古怪。越是喜爱之人，就越是会远离他们。真是委屈妹妹了。兰坡的脾气是大了一点，当日在芝山上，可是当着众人数了我的面子。但是在他心里，我还是很重要的。前几日，他看我情绪低落，还特意抽了时间陪我去逛街，挑了合我心意的项链，在他心里还是有我的。夫妻之间本就该情投意合，就像我爹娘那样。虽然我娘走得早，但是我爹常说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再也找不到一个女人如我娘一般理解她、了解她。夫妻之间的感情，应该都是建立在理解之上吧？你说的有道理。虽然我嫁与兰坡为妻，这并不代表着我事事都要惯着他、由着他。他有他的脾气，我也有我的人格。你总是这样怄气也不是办法，偶尔也应该站在对方的角度想事情。兰坡的脾气大起大落，这跟他之前所经历的事情有关。他生下来也不是这样的脾气，小时候，他也是个调皮可爱的孩子呢。二嫂自幼在一家长大，想必比我更了解兰坡吧？了解倒是事实。兰坡从小和云溪一起玩耍，小时候我也特别调皮，就喜欢爬树玩泥巴。每天我都和兰坡把自己弄得像个泥猴一样。云溪她倒是爱干净，玩了1、2次以后，回去就被大太太给骂了，不许她再玩泥。唉，后来就只剩下我跟兰坡2个人。想到二嫂灰头土脸从泥里钻出来的样子，还真是觉得好笑呢。从前啊，我就跟兰坡2个人在这里跑来跑去。没过多久，云溪就被请来的教书先生给管住了。我和兰坡就喜欢趁他上课的时候去逗他。直到现在，好像这些欢声笑语依然还在呢。后来三娘去世了，兰坡总是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面。为了让他开心，我就愣是把他给拽出来。想想那次真是非常凶险。我们在那个假山上玩。别爬了，那很危险的，快下来！那很危险，快下来！你会掉下来的。夜雨，
我玩得太疯了，完全没注意到我的脚下已经踩空。后来我就掉下来了，兰坡为了救我，也从假山上摔了下来，垫在我的身下，还磕破了额头。那次他昏了好久，我以为他再也醒不过来了。好在最后他还是醒过来了。慢慢的，后来我们都长大了。兰坡他好像总觉得自己会给我带来灾祸似的，越发的疏远了我。后来我爹就把我送出去读书了。再后来，我就听说他娶了你。当我看见你的照片，我才明白，原来你和我以前长得有那么3、4分相似。想必兰坡还是忘不了我们在一起的那段欢乐时光吧。二嫂，你看我，今日说的太多了。其实我只想说一句话：珍惜眼前人，不要等到失去了才后悔。随风飘零，像是藏不尽的曾经。爱情不过是一场输赢，天下为你一人无情。你的心化作约定，像是听不见的驼铃，到头来都是羁绊人心，前世今生翻涌不停。我锁你锁心，锁不住梦醒，一生不敌天涯无垠。我放你放弃，放不出决定，来世再浮生安心。天不平，远近的空气，到不了你的骨体。哦，爱与恨不断在交心，锁不住的宿命。我锁你锁心，锁不住梦醒，一生不定天涯无垠。我放你放弃。